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馆。从哥本哈根向北开车大概35分钟，就到了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馆。这个艺术馆呢，坐落在鄂瑞海峡的丹麦一侧，对面就是瑞典，和瑞典隔海峡相望。这是一条比较狭窄的海峡，这个瑞典和丹麦就是绕了这个海峡。这个博物馆呢，它的特点是它有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室外呢是有很大一片公园，很多自然的环境，然后在这些自然环境里面呢，散布了很多雕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一点是比较特别的，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艺术收藏的地方。而且呢，这里的藏品呢都是出自比较前卫的当代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呢大都是20世纪以后成名的，有些还在世，还有一些呢是本世纪或者是上世纪刚刚去世，都是很受当代人追捧的艺术家。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室外的一些比较著名的雕塑，比如说英国著名雕塑家 Henry Moore 有几个大型的雕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现代艺术家草间弥生的一些作品，里面有一个永久展区是无限静屋。然后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些室内的展品，比如说阿伊姆苏汀，这是一个法国画家，非常有特色。还有一些雕塑，比如这个以蜘蛛闻名的路易斯·布鲁瓦，中文名字叫路易斯·布鲁瓦，他的这些雕塑也是世界著名。在室外很显著的一个面向大海的一个位置，放的是英国著名雕塑家 Henry Moore 的作品，叫《斜倚的人像》2件套，作品5号。这个路易斯安那现代博物馆呢，收藏了3件 Henry Moore 的大型青铜雕塑，都是斜倚的人体，都比较抽象，不是很容易辨识。虽然这几个雕塑的对象都是女性的人体，但是它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很具象的表现，而是把它们展现成一个像一种风景这种形式。吸收了很多石块树木的形状，还加入了一些几何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很平的切面。这个2件套作品5号雕塑一共做了4件，因为都是青铜浇铸出来的，所以它可以做多件。路易斯安那博物馆呢收藏了其中1件，另外几件呢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其中1件呢 Henry Moore 赠送给了伦敦的这个 Tate Modern Museum， 因为他是英国20世纪号称最著名的雕塑家，他作品送给自己的国家了。这个作品虽然描述的是人体，但是它具体的描述的部位呢并不明显，需要观众去猜，而且呢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呢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且中间还加了一些平面。这个左边的这一块呢更像是坐着的一个人体，那它的头部呢有点像鼻子，右边那一块呢更像是2条交叉的腿。这个作品是斜倚的人体3件套，你可以看到这个直立的部位和前头的2件套是比较相似的，后面的有些不同。它的这个作品的曲面是比较柔和的，但是也很复杂，让人想起自然界的一些形状，就山体石头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对人类和自然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抽象的表现。Henry Moore 认为这个观众的参与是这个艺术体验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他故意把这个作品的描述写得很笼统，需要观众参与进去，去诠释，去感受没有明确定义的这个作品给这个观众带来的体验。这个是博物馆收藏的第3件 Henry Moore 雕像，是1件套的斜倚的人体，这个大概是最容易辨认的了。它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斜躺的女性的人体，一只胳膊撑着，然后呢后面是2条腿，也比较容易辨认。Henry Moore 还是有一些比较具象的作品的，
尤其是在他的早期。虽然我们这里看到的3件作品呢，都有一种神秘感，它比较抽象，让作者自己去体会，也没有说怎么看是对的。但是呢，要理解他的思路呢，其实也不难。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雕塑，他的在其他地方做的一个作品，你把它和我们这里的几个斜倚人体比较的话呢，你基本上也可以能辨别出这3个雕塑的思路。这个是另一个抽象雕塑家 Jean Arp 的作品，作品名字叫一落碗。我怀疑他是从这个中餐馆面馆里面得到的灵感。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你可以看到它的特征是还有很多那个平面的切面，所以他的作品还是很有特点的。我们在哥本哈根市里面看到一个雕像，感觉就像是他的。走近一看，果然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这个草地上面散落的这些圆球，都是用整块石头打磨出来的。这个石头的质地、花纹本身非常的特别，所以它这个能选到这些食材，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的价值之一。这里面呢，总共有8个圆球。太阳系一共有几个行星呢？8个。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联想。所以这个雕塑作品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你可以看一看你生活是在哪一个星球上面。这里还有几个雕塑作品和这个博物馆的自然环境融合的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峡谷之门，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因地势而建的，这个钢板和这个自然的环境融为一体。还有这个我们前都看到过的这个 Alexander Calder 的雕塑作品，这个雕塑家也是非常有名的。你看他这个作品，就是这个尖的形状和这个海峡当中的船的帆形成了对应。而这个悬挂的雕塑，这也是他的一个 signature， 也是让你感受到了这个风的存在，让你能够看到风的存在。这里有一个作品也很有意思，是一个玻璃的结构，中间有一些玻璃的曲面。这些玻璃呢，是部分反射光线，部分透射光线。所以当你走近和走入的时候呢，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你的反射，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视角，在想象不到的地方。所以是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也很有趣的一个作品。这个作者呢是叫 Dan Graham， 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所以呢这个作品也很符合美国人的性格，简单而有趣。现在我们看到呢是 Louis Bourgeois 的蜘蛛。这个 Bourgeois 布鲁瓦就擅长于做蜘蛛，他认为这个蜘蛛体现了这个母亲对子女的保护。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一个就是在那个西班牙比尔包的这个 Guggenheim Museum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蜘蛛，还有在加拿大渥太华这个国家艺术馆前的广场上面也有一个他制作的一个大蜘蛛，比现在这里展出的这个要大。据说当时加拿大这个美术馆为了买他的这个蜘蛛，花了大概将近300万加元，花掉了他们这个1年预算的大部分。在这里展出的这个蜘蛛呢是比较小，但是感觉好像更复杂一些。然后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这个 museum 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展示，和这个外面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在它这个展示旁边也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雕塑家 Alberto Giacometti， 他们和那个 Bourgeois 两个人还是认识的。他的这2个雕像可以看到也是很有特色的，这些手法很有特点。下面我们移步室内去看一看日本艺术家亚由伊库萨玛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他喜欢用圆点，无论是在绘画当中还是在这个实体的展示当中，这个圆点是他的一个招牌。这个无限镜屋呢是一个玻璃的小房子，
里面呢挂了很多发光的灯LED 灯会变换颜色，所以站在里面的话呢，由于镜面的反射呢，让你看到非常幻化的一种幻象，无限的那种闪光。他把他的作品呢叫做灵魂的闪光。在参观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当时我看了他的介绍以后的话呢，我就平时也习惯了，就是周围没有听得懂中文的，所以我就口出狂言，我就说搞这种前卫艺术的就要会装疯卖傻。然后呢，前头有一个年轻人，一个亚裔，看了就不是中国人，他听了以后呢，他低头偷笑。然后呢，同伴呢就问他：“你是不是能听懂啊？”他就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他说他是日本人学过2年中文，到这个 You 哥 finished? 本哈 Yeah, 根 you 来 finished 参加 right. 一个医学的学术会议。这个草间弥生在日本很有名。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参观了这个静屋。这个小伙子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对中华文化也很有善意他专门去学习了中文。所以在丹麦这个国度和一个日本朋友一起欣赏日本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里顺便说一下，后来我看到这个草间弥生呢，他在纽约成名，然后现在呢是住在日本的一个精神病院里头，所以我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狂言还是有一点 merit 的。在出草间弥生的展示的时候呢，还碰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看到一个观众拿着相机呢，在拍着紧急出口的标志，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觉得这也是展览的一部分吗？”他说：“我觉得可以是啊。这个草间弥生的特点就是全是圆点，你看这个紧急出口标志，它是圆的，别的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会不会是特意为这个展览做的呢？”结果我出去以后，我注意看了一下路易斯安那博物馆所有的紧急出口标志呢，都是圆的，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上面一样，所以很滑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当你对生活抱有艺术的眼光去观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生活和现代艺术这个界限是可以是很模糊的。生活中有很多富有艺术性的东西。类似的，这间房间里面放了2个沙发，然后呢，上面有几盏灯，布置的很有特点。我曾经看到一个观众对着他咔咔照相我当时我第一感觉这也是一个展品直到后来看到有几个人坐在上面才意识到这就是供大家休息的家具。在看下面一个大展，就是阿伊姆苏汀作品之前，我们先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个几个在过道上面的作品。这里几幅作品呢，全是丹麦自己的画家 Asger Jorn 他的这几个画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很强烈的。这里有2幅作品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尤金·勒罗伊。这一幅作品叫蓝色维纳斯，下一幅叫黄色维纳斯。但是呢，除了能看到这个颜料的堆砌以外，确实很难分辨出来到底这个维纳斯在什么地方。我对这个作品不是特别的欣赏。好，我们现在来到海伊姆苏汀的展示，这是一个流动展览。据说这里是海伊姆苏汀的作品第一次在北欧国家展出。苏汀呢是20世纪初的一个画家他原来是一个立陶宛的犹太人。然后他被巴黎的艺术氛围所吸引就到了巴黎。当时巴黎是这个艺术的中心所以很多这外国的画家，包括毕加索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出名的画家，都聚集在巴黎因为当时住在一个很穷的一个社区。苏汀呢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呢，当时20世纪初的时候呢，这个前卫的抽象艺术刚刚兴起，很多人就是创作抽象的艺术，比如说瓦西里卡丁斯基，还有毕加索的方块主义。苏汀呢并没有跟随这个潮流，而是很特立独行的继续保持他的风格。创作对象呢还是一些比较具象的，比如人物静物风景
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很独特，有非常丰富的色彩，有一些变形夸张，笔触比较鲜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自画像，这里是它的几个静物，是很鲜明、很漂亮的颜色，比如这个剑兰的那个红色就是有一种呃发光的感觉。鲁汀的这个风景画也很有特点你看它这个道路被拉高了，布满了整个画面有点像中国画的那种透视。然后还有这些建筑呢是有些变形的，感觉好像在一起扭动，像波浪一样的扭动的感觉。颜色呢也非常的大胆。这些风格后来呢影响了后面的抽象表现艺术家，比如说 William de Kooning， 他就说过这鲁汀对他很有影响。他的肖像画创作的对象呢都是一些生活比较底层的人物，他的笔法有些夸张，有些不对称，但是他的色彩表现都是很独特的。这幅画叫拿玩具的小孩，老姑娘，门童，侍童，小烘焙师。这个鲁汀呢，虽然他早期很贫穷，但是呢，有一年这个美国有一个收藏家叫伯恩斯，他到他那里呢，一下子买了12幅画，所以他就是一夜暴富。所以他从这点来讲呢，他比这个梵高要幸运梵高只卖出去1幅画，但是他后期呢就变得非常的富有。他的艺术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给了他回报，给他带来了财富，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吧。对于艺术家来讲，这个小烘焙师就是在他发达以后画的。好，路易斯安那美术馆的参观就到此为止。在离开它之前，我们再看一眼窗外的 Ori 海峡。离它这个博物馆不远呢，就是丹麦的克伦堡宫，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的虚拟的场景就在这个宫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去拜访的下一站。好，我们下次见。